我祖父曾说过，压迫是反抗唯一的动力。那个年月，他之所以干盗墓这个行当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世人皆知，倒斗有摸金发丘之派别，却很少有人知道，世间另存搬山、谢灵两个门派。而我今天说的，就是我祖父鹧鸪哨的故事。那一年，他扮作道士，在湘西一带寻找某座古墓中的仙药。那一年，人命不值钱。偷了老子的藏宝图，找到正路了吗？我们不是故意的。老子问你是不是故意的了吗？老子问的是找没找到。没找到。见财起意，见缝插针，见宝就偷，见个娘们儿就挪不动步。这样的主，在咱山头有老子一个就够了。那宝图都递你嘴边了，为什么找不到？是我们身无寻龙法，难以解真龙。啥？是无寻龙法，难以见真龙，亏心发秋斗，谢力见真宗啊！看在你会抢答的份儿，给你最后一个说人话的机会。这个原木太过邪门，摸金校尉，发丘铁棺，搬山道人，谢灵力士，只有聚齐这些顶尖的盗墓高手，才能盗得动啊！那你是哪一派呀？我不是任何一门派啊！什么都不是，还不去死？你是不是气我啊？大帅，息怒啊！你把他们全都给冒了，谁带咱们找那个丹宫大墓去啊？也是啊，大帅，长胜山瓢把子陈野不就是谢灵的行家吗？要不陈玉楼啊，你以为我不想找他呀？他是个倒斗的行家，一双招子也厉害，但我找他最起码得给他这个数。那能咋整？都他妈怪这破图，看也看不懂，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多把子，这是假墓，正墓在上，以此棺为界，往西北3尺1寸，开穴机关在那里。咱11节蜈蚣挂山梯，进坑取货，快去！是。掌柜的，陈州罗老歪方才递了个帖子，邀您前去一叙。哼，这土军阀找我何事啊？说什么得了丹都仙宫的藏宝图，想和咱们联手开坑取货。丹都仙宫？这老小子可向来是个无利不起早的主，有这样的好事，能找咱们长胜山，哼，定是没憋着好屁。丹都仙宫可是传说里的大墓，这罗老歪看中的，除了我长胜山8000儿郎，还有这个。进我开了！进我开了！进我开了！
掌柜的，那咱们……我心里有数，何处赴会啊？大帅，点子到了。我的好哥哥，你可算来了。罗帅，别来无恙。请。哟，老总，这来的是谁呀？好大的面子啊！这位爷就是誉满湘西，谢岭群雄、常胜山总舵把子陈玉楼陈爷。原来是陈爷，就是陈爷。兄弟抬爱。今日相约，把兄弟从柳子里拽出来，可是要谈大买卖。哥哥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兄弟就不瞒你了。你也知道，眼下这时局乱，咱手底下这些人呐，实在是不够看，也是点性。从一个什么前朝遗老那儿弄了这张图。我寻思请哥哥帮帮忙，干他一票，咱兄弟情谊。原来你们今天来这是有大事要谈，那我们还是回避一下。听了也没什么用，去把你们老板爷找来，赶紧的，快！丹都仙宫，数代帝王炼丹之所，金银无数，是古董成堆啊！您这么简单的，就交到我手里。兄弟，真是惶恐啊！咱俩谁跟谁呀？你常胜山，好汉众多，我手底下也有几千带枪的小崽子，啊！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妈了巴子是免票，王八壳子是护照。这么多枪掐在咱手里，咱哥俩还怕？哥哥，你先等等。你叫！不给老子交保护费，老子来了都不给我免票，是不是活该脑袋开瓢？罗帅，好枪法。此行人马宜精不宜多，3日之后，你我点齐兵将，先行打探。哥哥已知墓穴所在。闻之便知此乃原木，源源阴尽，亦绵长。原木擅藏，但也难逃天圆地方。陈某虽眼拙，但各朝墓葬喜欢玩的小把戏，还是略知一二的。这是陈州老熊岭的地图，那仙宫就藏于岭内一平状山峰中。狠！哥哥好手段，专业。来，咱兄弟庆祝一番。罗帅见谅。近日陈某身体不适啊，这杯酒还是放在开坑庆祝之后吧。不见不散。
刚才听到什么了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听到。可惜老子不信呐！陈玉楼，叔叔，你能教我学小鸟叫吗？鹧鸪哨可不是什么好本事，快回家吧。为啥？因为快变天了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这他妈你怎么这么黏？大帅，我看是猫屎。我他妈看你是找死！大帅息怒，咱们来的人不多。哼，还不快点看看去！你们俩真是货！哥哥，咱们什么时候能上山呢？这深山之中都有瘴气，瘴气遇水化毒，所以今晚不急，先寻个避风所在。明日等我找到向导来跟咱们会合了，再进山勘察不迟。启禀大帅，这里好像是个义庄。上山之前，我已将方圆数十里打探妥当，此处先前是供奉白妈妈的庙宇，后来改成了义庄。专业，还是哥哥心细呀！请，请。死人了！大川，大川，这里有死人！那死人怕什么？咱不是天天杀吗？大帅莫惊，这应该就是那看守义庄的耗子二姑。这尸体是拿盐和水银浸的，当地习俗，为的是制成干尸落葬。咱还是别打扰他了吧。他妈的，是守义庄的，长得真他妈的像耗子。要不，怎么叫耗子二姑呢？听山下的人说，这守义庄的本来是个没媳妇儿的丑老头。讲的是有一天他在义庄内煮血豆腐吃，中途腹痛去了茅房，谁知回来时，竟发现有个女人蹲在锅旁捞他的血豆腐吃。老者一气之下提刀便追。那他追到没有啊？老者追到后，提刀便砍，谁知竟从那女人身上砍下半截尾巴。原来这女人竟是山中鼠妖所化，
女人求老者，我一身道行已被你所废，现在断了尾巴更是无法修行。若你不嫌弃，我愿服侍左右。于是这老者便娶了她。后来这老者死了，也就留他一人守在这儿。狠，这个故事狠呐！不过就这种货色，老子可不要。山中人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想来这村妇生得丑陋，外面人便以讹传讹罢了。对了，这几天你研究那个宝图了吗？那丹都仙宫到底是什么来路？这丹都仙宫是传说中的秘密宫殿，沉舟地脉灵修，盛产朱砂。此地自古以来便是数代帝王御用炼丹之所在，一直到元朝统治为止。鞑子占我山河，毁我龙脉，也将此地设为贵胄墓葬之所，想来是盼着借此地丹霞之气，死后羽化飞升罢了。那得有多少金呐？金山银山怕也是有的，更谣传这丹都仙宫之中还有传说中的灵丹妙药，服下一粒便可长生。只是这图中所画平壮山峰，附近无人见过，怕是要费上一番功夫寻找了。使劲找啊！赶紧天亮，老子要进山寻宝，也好过在这个哥他妈死人的地方受这洋罪。那好子娘们呢？不见了。倒霉的冤家，可醒来了，救我！刚才怎做了如此怪梦？怎么了？掌柜的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梁上有煞。这怎么回事？这不是白妈妈的像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本来就是白妈妈的庙。你该不是睡迷糊了吧？这一张破画怕他作甚？奇怪，莫非走了眼？暴徒，看，干他！陈掌柜一个人前去能行吗？我家掌柜自幼习得轻功，登平夺水的功夫一绝，还不需要诸位担心。这畜生好像发现了什么极恐怖的东西。这荒山野岭的，他怕的又是什么？天杀的东西，那是何物作祟？不成，管他背后是何怪哉，我都要拿回宝图。如若不然，宝图被风吹到河里，岂不坏了我谢岭历史的威名？
尔乃何物？莫非白妈妈显灵？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。下则为和月，上则为日行。愚人曰浩然，沛乎塞苍冥。黄露当清夷，寒河吐明庭。时穷节乃见，一一垂丹青。二位高人，我虽穿洒家衣服，但却是莽家汉子啊！陈兄别来无恙啊！我记得你陈大掌柜应该是汉人洒家，怎么刚刚就改换门庭，说自己是蒙家汉子？莫不是拿兄弟取笑？你这个假道士忒不仗义了！既早到此，为何不来相见，却要偏偏在此看我笑话？师哥，你们认识？这位是陈掌柜，是我前些年翻教倒斗的旧相识。这狐狸好生厉害，只怕是成了精怪。陈兄，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界？此地自古炼丹，这地下药气十足。那梨子尚未得到，只是借着这里的药气障烟，施展了一些元光术罢了。这位掌柜哥哥，你看。这多年的梨子呀，会在地盘四周乱撒尿，这梨子尿被药气一轰，就会长出使人致幻的菇子。这个啊，就是梨子迷人的套路。该是我时运不济，差点着了这畜生的道。哎，对了，道兄，你为何到此？我也是途经。哎。专业，专业，狠！我的好哥哥，出去一趟，不光拿回了宝图，还除了妖怪，还他娘的顺道找到了平山，太他娘的专业了！惭愧啊！掌柜的，那搬山道人来此何事？莫非也为这平山宝藏？那群假道士天生对金银无感，翻遍天下墓葬，只为寻得丹鼎迷药。此回怕也是赶巧遇见。掌柜的不必气恼，咱只是一时大意。若真动起手来，他未必是咱们的对手。我并非为此生气，想那搬山一脉功夫确实厉害，如果有他加入，何愁大事不成？那他为何不入伙？想来是他们心高气傲，不愿和这些土匪为伍啊。你不是拿了我们钱的向导吗？咋还不带路？好爷饶命啊！这山特别邪，不能去呀！俺们山寨里世代流传，说这个山上有个无底洞，100年前地震的时候震出来几道豁子，里面的金银珠宝直往外头冒啊！俺们山寨里有些人想发这笔不义之财，结果进去以后，一个人都没有出来的，说里面埋着一个尸王，吃人肉喝人血，吃人脑浆子。你是好人，你们都是本分的生意人，你们谁他妈是本分人？啊！来来来，我像本分人吗？老子崩了你！哎，别
开枪！别开枪！我带路！大帅别上当！再废话，老子杀你全家！真他妈欺人太甚！给老子在前面躺着走！起来！真住着神仙，老子也要抢！哥哥，咱们接下来看。大帅稍安勿躁，我家掌柜的已经开始准备了。陈掌柜怎么还打上座了？你知道什么呀？那叫做炼气。你看，那么还吐纳呢吗？估计再过一会儿啊，就能御剑飞行了。瞎说什么呢？你俩不知道他的本事啊？不知道。啥本事啊？他之所以能坐上谢岭力士的头把交椅，首先是因为他的眼睛。人家是盗墓世家，早年他的父母为避仇家，躲进一处古墓之中。这个墓阴气极重，而他恰好就在这个墓里出生，受了阴气的影响，生了一双能无光变色的夜眼。哥哥，好了吗？除眼力之外，耳力也是惊人。据说天下间只有他能使出谢灵派的独门秘诀——闻风听雷术。峡谷下方有空洞，打入城郭。这回发了！专业。不行，会出人命的！我死都不下去！我死都不下去！别绑了，快点！我下去，让人下去！撤！什么味儿这么臭？快走！掌柜的，怎么回事？深涧中的霞光，并非墓中宝器，而是盘踞在谷底的毒虫吐纳的妖身。虽不知是何毒虫盘踞，但想来也是受此地妖气滋养100年的毒物。日头一偏，毒身就从地下升起，稍迟一下，咱们就折在那儿了。幸亏老子撩得快，哥哥，怎么办呀？毒瘴虽凶，但也并非无门。现如今已经摸清那宝斗所在，时机一到。发现吗？就等你这句话呢。马人！掌柜有令，泗水3山会议处，发信号。大帅有令，发信号，集合啦！师哥，该开始了。
王阳卢洛当实体，轻薄未闻沈未休，尔曹身与民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好，弟兄们，好！我谢领群盗，皆属东汉赤眉义军之后，聚众结党，效聚绿林，秉承祖师爷遗训，法取不义，替天行道。我们这次来是来干活的，都不许偷懒。现如今时局动荡，天下大乱。于长文饥民果腹一子食，贵胄肉囊寝珠玉，民国无道，百姓受苦，是成了将你们抽大烟。如此苍生倒悬之际，吾欲平山古墓一座，内藏金珠无数。列位兄弟，诸位好汉，现吉时已到，尔等随吾下斗，取遍那墓中珍宝，成就大业，以击乱世，不负一腔热血，男儿豪情。他妈了个巴子的，干活！哥哥，来，这么好的美人儿，竟干些粗活，可惜了。这丫头是个苦命人家，家传一身月亮门的失传古戏法，但倒霉的被当地一个权贵盯上，更是逼死了他爹。哦，这丫头性子烈，一怒之下杀了那权贵全家，之后才落草为寇，更发下了终身不嫁的毒誓。师哥，这个红姑娘好像明姐姐啊。盛世会，好。石灰已经破了毒瘴，可有好汉愿先行探路？在下赛活元，在下地理泵，愿为掌柜的探路。好胆识，祝二位拔得头筹。厉害啊！响箭起了，下方已无毒瘴，兄弟们，随我下坑取宝，快！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是？哎呀，什么味儿这是？大帅，这地方太阴森了，要不您先……我嫌他妈的什么嫌？你看人陈掌柜都下来了，我怂个毛，对不对？罗帅胆识过人，不过前方尚不知安全与否，罗帅还需小心啊。哼，那他妈傻子才冲最前面呢！啊，给我上，快上！是。
不是赛货园的鸟笼吗？掌柜的，我刚才在旁边发现地里蹦的断脚，不知被何物所杀。通知兄弟们，罩子都放亮点。哥哥，这是不是？都他妈过来！给老子狠狠的骂！是。这古人信奉丹术，讲究深洞炼丹以借地脉之气。这是后田的鸭炉灰，这就是艾蒿枝瓣朱砂的腥气，数百年不散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是猿人占据此地之后，后田埋上的。这什么声音啊？会不会是墓里的冤魂哭呢？什么哭？这鬼魂生气了，还是跑命啊，姐！跑！谁生气了？鬼魂生气了。那你们他妈就不怕老子生气呀？啊！都给我听好了！再他妈多说一句废话，老子就把你们都变成鬼魂！愣着干什么？挖！快点儿！西瓜啊！这个地方怎么会没有西瓜呀？这不是西瓜，这是人头，这不是人头，是西瓜，就是人头。这是什么呀？是吉是凶？兄弟们有所不知，这世上只有冬瓜、西瓜、南瓜，怎么没有北瓜？其实是有的。这北瓜只生在一洞穷山恶水，因此又叫狮头蛮，是死者怨念所结，因常埋地底，所以鲜为人知。这个就是了。传说这死去的人，鬼魂都是往下面走。比如说这吊死的人，脚下地中都会长出一截黑炭；这被砍了头的尸体，地下就会长出这种人头瓜。这都是人的怨念所化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墓门马上就要开了。大帅，这气氛有些不对啊。大伙儿都被这陈掌柜给喝住了，照这样下去可不好管了呀。看来本帅也得露上一手啊！嘿呀！大家听我说。嘿，弟兄们，听我说，这小小人头瓜呀，不足为惧。我罗老威当年也是金坛传人，也是受过那祖师爷天尊正法，所以啊，这降妖除魔就跟放个屁一样简单。我就给这个人头瓜超度。
都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好了！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水当尿裤，龟当铺。东海龙王都不怕，就怕这个小寡妇手工房。大帅，这么灵吗？这小寡妇这么什么？这是什么呀？原来是你这没毛兽！不好，不好，什么不好？这轱辘。妈了个巴子的，这他妈什么情况？你这假道士忒不仗义了，先前请你不来，这会儿又混进来趟浑水，骗你一次，我还救你一命呢，咱俩就算扯平了。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天下难买后悔药。陈兄，我可帮你，但你莫要声张。这日后开坑取货，我只取一物，其余的全都归你。此话当真？祖先在上，不敢妄言。我的好哥哥，我的好哥哥呀，这什么情况？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蜈蚣。这丹宫药气太盛，引得附近毒虫盘踞。咱们折了多少弟兄？哎呀，100来个。哥哥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有一计，可破这虫阵，但需3日准备。这位弟兄啊，这是我远房表亲，本领极高的能人，看着有些面熟啊。寻常人罢了。啊，我这贤弟就是不善言辞。哦，哎，贤弟，刚才你说有一计可破这毒阵，此话当真？但凡毒蛇出没之处，7步之内必有解药。你是说，破毒之计就在此山之中？我是说，应把这座山当作毒蛇，蛇之离7步，地走40里。小妹妹，这真的行吗？哎呀，放心吧。
我们纵横江湖数代，行走大江南北，开教倒斗，靠的就是这相生相克之道。万物相生相克之道，万物皆有因果，吾等亦在因果之中，阴阳相生相克，此乃为数。此术何名？搬山分甲术。大帅，这镇上的鸡全都被我们弄来了。他姥姥的，咱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出呢？师哥，确实被咱们猜中了。那镇上当真有一只怒晴鸡。怒晴鸡，可是传说中百里挑一的丹凤种，那可是毒物克星。传说中怒晴鸡叫，百毒退让。你小子居然还有憋宝的本事！这一次，老子一定要掏了这个狗屎毒窝！此鸡不是非凡鸡，身披五色锦毛衣，飞在头顶天空里，玉帝唤作紫云鸡，一朝飞入昆仑里，变作人间抱小鸡。今日落在弟子手，取名唤作凤凰鸡。鸡飞百毒散，鸡鸣震天地。请。时机已到，再探地穴。哼！谢谢。想不到老子发财，居然是要靠鸡！贤弟好手段，这雄鸡一叫，那些毒虫自然不敢出来作祟。万物相生相克，妙计啊！弟兄们，给我炸开这个破墓的大门！
师哥，这些人怎么这么没有眼力劲儿？这些破瓶破罐能值几个钱啊？你看吧，这就叫贪婪，害人的贪婪。什么叫我吵什么呀？别给我吵啊！哎呀妈呀！脚踩云彩，咱们这不会是真到天宫了吧？他妈了个巴子！这都多少年了，还他妈是热的。都说那太上老君的丹炉，千年不灭。我看，不过是古人故弄玄虚的玩意儿罢了。不错，四周飘散着淡淡硫磺气息。这丹炉下方应是中空，打通至地下水脉。这地下有温泉，这是水汽。他妈了个巴子的，那是什么？来，给老子炸开！慢，山腹之地，少用炸药为妙。哎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写个发字儿，这得容多少金条啊！妈了个巴子的！把它给我打开，我想看看里面有什么。五花肉？不可能啊，跟豆腐脑似的。五花肉啊，没见过花吧？没见识，什么五花肉豆腐脑的，这是太岁肉汁。太岁肉汁？太岁肉汁是什么呀？道兄，所谓太岁肉汁我也见过，不过是些寻常肉菌，不足为奇。怎地生在了这金棺之中？莫非这是那些古代炼丹客们搞弄出来的西洋酒？未必。你看这肉汁布满血丝，千百年来尚在生长，绝非寻常肉菌，极有可能是上古真种。以此炼丹，可能真会延年益寿，当真价值连城。只此一块，便值100斤。100斤，这不是钱延年益寿啊！哎呀，这太值钱了！想什么呢？赶紧拿呀！大哥，延年益寿，只此一票，你我兄弟二人封侯拜相，也并非无门了。哎，去找找，还有什么更值钱的？走，是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这边，快点，给老子找仔细了。好嘞。道兄，都送仔细了啊！你金木要找的，莫非就是这肉汁？若是如此，我定竭尽全力兑现诺言。我一生游走各目寻丹，这区区肉汁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我只是觉得，如何？啊，没什么。 700两，800两，900两，1000两，1100，在下赛活元。
三火爷的头怎么在这儿？住气了，这是仙人设的陷阱。这怕是古人的丹定养骨之术。这蜈蚣从小就被封在关内，靠吸食肉汁的药气而疯长。这洞应该是早先没有的，怕是长大之后才打洞而出。这是他的巢穴，他才是守墓的正主。先前的两位兄弟应该是被他所害。掌柜的，快走！我弄死你！道兄，走。掌柜的，快跑！快走啊！
掌柜的，掌柜的！放手吧，你我本没交情。谁知道呢？也许是我不想再内疚一次。还用我说谢谢吗？能平安活着，就是最好的谢礼。没想到，在这样的地方，还长着这样的怪树。这个应该是尸桂树。尸桂树。这里曾经是藏尸的地方，这古人迷信桂树能锁魂，于是便在这儿种了这种特殊品种的桂树，就靠着这个。靠着夜明珠微弱的光亮就能生长，这是为了聚集阴魂，让他们永不超生，是怕给他们报复的机会。你的意思是，这里有阴魂作祟？谁？掌柜的！快跑！天杀的蜈蚣下来了！这怎么是烈酒？怎么，你们搬山道人也守酒街？我是怕这酒不够，
难解酒瘾。你想啊，一会儿陈掌柜下来了，他要是跟我抢，可怎么办？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桂树埋丹，这里应该就是丹都仙宫，真正炼丹的地界了。你没猜错，这确实是丹都仙宫炼丹的地方。这里自古以来炼的就是阴丹。阴丹？这阴丹就是用尸油烧炼的丹药，据说其药力是寻常丹药的4、5倍，但也有极大的副作用。以100人血肉烧炼，10年才方成1颗。真是讽刺！如果当年的皇帝知道自己吃的是死人炼的丹，不知会作何感想。苛政猛于虎，他们本来就是吃人的野兽，还能作何感想？当年朝廷来的时候，佛道同修特立大佛，以镇跪下的冤魂。他是这里最后一个炼丹客。援兵来的时候，他一直躲藏，靠吃尸体过活，直到援兵头头在此葬好，他才出来。本来他还有另外一个兄弟，但是逃了出去，他当时染了恶疾，所以没能出去。也就是说，这藏宝图是他兄弟带出去的？没错。还有这个。如今咱们都被困在这里，要这阴丹还有琉璃板，又有什么用啊？想不到，我搬山一脉，竟然是断在了我这儿。反正都要死了，鹧鸪哨，你也别让我做个糊涂鬼。这次你跟踪我下墓，目的究竟是什么？我想得到的，刚才已经得到了。你是说你想？我就是想要罗老歪的命。我搬山道人秉承祖训，翻遍千山大漠，只为寻得传说中的圣物——木尘珠。我那时候年纪太小，经验尚浅。那是我和你分别后的第2年，得罪了仇家，身负重伤，眼看着就要死在陈州。那姑娘叫闵雪梨，是她救了我，还让我这个陌生人去她家避难。可是这年头，好人好像始终都没有好报。此话怎讲？当年他父亲身体虚弱，下肢已经无法行动。我为报答他的救命之恩，下定决心替他寻找救治丹药，以便让他聊表孝心。一行3年，终让我在滇南某处的墓穴里寻找到接骨良方。但是人不敌命，我还是晚了一步。雪梨，雪梨！我大概猜到了，那女子和这图有关。她家就是当年逃出这儿的那炼丹客的后人，他们也是金坛后人，也就是你们说的前朝遗老。所以你在得知罗老歪找到我之后，就悄悄地跟了上来。罗老歪手下众多，我若拼死，虽也能成功。但是我身负着搬山道人的历代使命，所以我绝不能轻生。逼不得已，我只能出此下策。只可惜我错了，我为了报仇，却害死了那么多人。那金棺中的古怪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之所以没说，就是想要借刀杀人。倒好，却害死了花林。
对不住他，只是那蜈蚣尚在门外。要恨，只恨这苍天无眼。如今，我们都被困在这楼中，只能守着一张读不懂最后的破图。还有这100年前的老哥，这老哥还是个洋人。陈兄，你是说？别法是巡山进门之道，另一种方法是表明出路，很有可能。既然这样，与其在这等死，不如放手一搏。也许我家月亮门的戏法能帮到咱们。就是这里。快走，快走！那应该就是当年元代贵族的墓穴。怪哉，想我逃杀多年，也未见过如此奇怪的墓室。
当真闻所未闻。因亥日，西北玄，天降天星，具神力，可登空。地失德，造仙境，羽化飞升。啊，我明白了，这石头是天星坠落的碎片，能倾人身，它能颠倒和改变西洋学中所谓的引力。那口棺材被打开了，应该是100年前逃出去的色目人所为。这就是仙宫真正的秘密。这后面还有，埋骨于此，数百年后，体内可结出仙丹，届时可登真正仙境。也就是说，那尸体里有内丹。当年色目人为了破坏内丹，才把尸体从棺材里拖了出去。很有可能，此等机会，错过终身遗憾。走。从来只知牛结牛黄，狗结狗宝，蚌贝生珠，却不知人体内当真也能够结出内丹，真乃奇遇，千年不遇之奇遇。别动，动可是会死的。真的要谢谢你们搬山道人，谢灵力士，要不是你们，我哪找得到这儿啊？你竟然早知道这儿？当然，你们身上那图是我师父的。当年我叛出师门，就是因为他不给我这图，我当然要想办法攒兵力再回去抢了。我认识你，因为我一直在监视他们。3年前你是不是被我师妹救过？原来你他妈一直在这装傻！我罗子莹如果不装傻，哪能逼你们到这儿？你们知不知道我付出了多大代价？不过没关系，那颗内丹能让我永远的活着，到时候我失去的全部都会再拥有。只是对不起我师妹吧，你不知道，当时我杀她的时候，她一直在哭，一直哭。哭得我这个心里有多兴奋呐！你该死！
小兄。体内结的根本不是什么仙丹，而是被这妖尸感染，能够吸人生气的妖丹。又他妈是这畜生！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世间一切妖物都不应该留在人间。想不到，墓室入口就在这里，这么简单。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，世人总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了。你们别在这感慨了，看这样子，这山就要塌了。快走吧。有些故事本就不该有结局，有些故事就让它随风远去。这是我祖父临死前同我说的话。他说的是他的故事。莲花断照。
格斗法令出品，传福阴阳看无惧入兵，没有走过就怪我。是福祸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想让我国破山河破。白日梦里别想做，你有种从我身上过。真可惜，善可恶，我同胞千千万万个，刀也亮，血也热，手起刀往上射。从我八卦令五行，我杀力当然是无情，我出兵无影也无形，让他们都无处遁形。舍我命要保我四方的百姓，听我令，那积极如许，荒唐上律令，罪孽无法冲刷，本我泱泱中华，把利人生于土岗，兄弟全副武装，天起无数火把，站在最高山岗，吹来土烟，你看我如何兵来将挡？谁是东亚病夫，我全都那么硬，他们烧杀抢夺都逃不过神明，冲锋阵训，看离我掐指用神兵，写着金木水火，你调不出形，塞。